今天我们来做这个羽毛飘入的动态效果。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把羽毛换成花瓣或者是树叶之类的，这取决于你的项目会有什么样的元素。只是今天我自己的项目我选择用羽毛，所以我会做羽毛的这样子。对，如果你做完一些场景动态的话，去加上这种效果，可以帮你的场景多一点生动感，它会看起来变比较有趣。那如果你想要这个场景的话，我会把那个获得的连接放在描述里面。你现在只要$15就可以拿到这个场景，跟一个城堡资产包。好，那我们开始。那现在这个羽毛就是我们今天会用的档案。像如果你要做这种类型的动态那种羽毛树叶或是花瓣的，我会希望你找的图片是本体很明显，然后背景的颜色跟本体是有区隔开来的。这样子我们在 3D 里面的话，会比较可以快速的把本体跟其他的东西给分离开来。不然的话，你在做树叶或花瓣的时候没有分离好，它会有一些其他的黑边，或者你会看到一些其他的树叶元素在上面的话，那会看起来非常的奇怪。我们会希望就是可以去找这种就是背景跟本体有差，我们可以快速把背景抠下来的图片。好，那我们下载之后就开始做 Blender。好，那我们现在就先把刚刚下载的羽毛先放到场景里面。好，那我们现在要先把这个羽毛的主体给抓下来，好去让我们在立纸的时候可以去散播它抓下来的话，我们就只要进编辑模式按 K， 然后沿着它的线条把它抠下来就好了。这边不用做什么太细致的调整，只要可以确定主体是有办法抓下来，这样就好了。好，K 完之后按一下 Enter， 它就会变成说我们只把中间的这一块挖出来，我们直接把另外2片我的面数删掉。好，然后我们现在先把它稍微转正一下。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先去调整它的材质。好，我们现在进台子这里，我们做一些设定，好让它的羽毛可以跟背景做一个分离出来。先连上这3个节点。好，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背景已经可以看到它就已经是透明掉了，羽毛有一点微微的显现出来。我们如果想要它的那个状况更强烈的话，我们只要把白色这个拉杆往内调一点，大概到这个程度，然后我们就去调整我们的 emission 的强度，这样子就可以了。我们今天要做的就只是到这样而已。对，往底下看会有点方框，但没关系到时候散播的话，它这个透明的地方就会是正常的，不会有这种就是看得到一点边框。那因为现在这个羽毛是扁的嘛，我们希望它就是到时候晒的时候不要看起来有点太过平。一般来说羽毛可能会有点弧度这样这边我们就简单做一个让它有个弧度看就好了。我们就从第一个点到第二个点按好之后 Enter， 然后中间的点到这里按好之后 Enter， 然后我们现在中间有一块点了，往下拉一点，拉会动到拉会动到一点材质的话可以不用拉太多，我们就往后拉。好，大概这样吧，一点点就好了，可以不用太多，这样子。好，它就有个弧形在，然后我们 Shade Smooth 它。好，这样看来就有一个稍微有点弧的羽毛，它不会那么扁。对如果你想要改羽毛的颜色，就是直接 Color 白色的，去改成黄色，或是你要的什么样的颜色。我自己是用黄色的啦，在我那个项目上，你可以改别的，我看看，其实还好，这一点其实没干嘛。这样，然后我们就把事件的光源拉掉，这样就会比较明显。有了，这样就是我们有一个羽毛。好，羽毛做好了，那我们先开始做粒子散播。我们先新增一个平面，我们要用这个平面去散播我们这个羽毛的粒子我们要先给羽毛有一个 collection， 我们等一下会指定这个 collection 去散播我们的羽毛，把羽毛放在这里。然后这个平面呢，我们先往上拉，靠近镜头一点，然后把它拉大，大概先这样子吧，给它在依情况去调整。那我们在粒子这边新增一下粒子之后呢，我们先到 render 这里 ，render S 这里改成 collection， 再改成我们刚刚要用的羽毛。好，看一下你现在看到一个白白很小很小看不太到的小粒子掉下来了，那我们要先去调整它的大小，好让我们看得到它。下1点这样。好，我们这样看得到我们的羽毛了，再改一下它的随机大小，不会每个都看起来都长得一模一样。OK， 然后
它现在羽毛掉下来的面向有点奇怪，那我们就直接点开这个 rotation， 把它拉到满。好，有了，我们这样羽毛就有不同面向跟不同大小的羽毛。接着我们要去调整一下它的掉落状况，还有做让它有点被风吹起来的感觉。但在去进那个地方之前呢，我们先把 gravity 拉到0，因为我们等一下会用风力把它吹下来，所以重力我基本上是不用的。这边的参数我没有做很细致的去理解它在干嘛，就只是依照最后我发现有几个状况比较适合我用的东西，我就会把它的参数拉等这样。好，那我们现在这里呢，我们先新增一个风进来，我们不要把它拉在 feed 里面，因为你放进去的话就会跟着一起被吹下来，所以我们把它独立在这个 collection 外面。好，然后把它往下左下角这里吧，往左下角这里吹，然后调一下它的参数，看一下它的状况。好，我们现在看到这边有点可能是风力不足，那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你看到羽毛从这里的时候就开始不见嘛，然后加上我们是从低帧的时候羽毛才开始出来，所以我们不想要它在低帧才慢慢出来，我们想要它在之前就已经做好动态，我们希望我们跑这个动态的时候是已经整个画面就已经是羽毛在飘散的状况了。那我们到例子这里第一个 emission 这里啊，我们有个 frame start 跟 lifetime， 还有一个 end 嘛。这个 frame start 跟 end 是指你的粒子动态设定在什么时间要开始做它的动作。像我们现在设第一帧就是0帧什么都看不到，第一帧的时候才开始跑。那我们要避免就是我们要等它跑完那个才有办法充满我们整个荧幕呢，就是直接在 frame start 这里改成负大概250，就是改成它之前的状况。好，那我们先这样看，对，我们现在看它有往下吹了，但还是有个状况是我们的羽毛还是会不见，但是因为我们的存活时间设不够长，像我们设50，它就是跑到50的时候，它就开始。然后我们负250嘛，这代表说前面已经死了好几次羽毛了，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让它完整的存在我的那个摄影机前面，所以我们就直接拉高它的参数。然后我再看一下状况，有了，你就有看到这个羽毛，它明显就是活到我们左下角了。我们只要拉一下它的位置，或者拉一下摄影机的位置，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羽毛了。好，那我们先把它往右拉一点，大概这里，然后我们直接去看我们摄影机内部看起来会是什么状况。好，这样它的参数跳掉了，没关系，这边再调整一次。好，有了，这样就有一个羽毛从右上角被左下角吹过来的感觉。接下来就是再去调整自己额外的参数，可能改变它的速度啊，或者是让它的那个动态飘起来更细节。然后为了让它动态飘起来更细节，我们这边要加一个 turbulence 这里，然后一样把它拉出来，不要放在那个 collection 里面。我们这里的参数呢，先调一下50，看一下状况。好，50有点太多了，它确实有这种飞太乱的感觉。好，那我们就把它参数调低一点。15还是有点太高，7.5好了，有比刚才好一点了，但是羽毛的数量可能太多，然后我们就去把羽毛的数量调低到450吧，然后看它的大小视情况，再看一下状况。好了，我们现在就有这个羽毛的动态可以去做了。我会设定到这里就停，因为我现在背景没有任何场面嘛，所以我确定这个速度对我的场来说是太快还是太慢。但是你只要做好这个，然后把这个档案保存起来之后，在你之后的其他档案里面 append 进去这里，就是 append 进去这几个档案，就可以直接去改的羽毛参数啊，或者直接把羽毛那个这里的指定嘛，直接改成说你可能有树叶啊，或是花瓣，你做好了之后把它丢进去，然后不要忘记是算图之前这边有个 bake， 这边有个 bake 一定要记得要让它跑。就是你按了 bake 之后，它才会去算说你现在这个东西交互出来的粒子效果是这样，不然你到时候算图可能会有问题。好，那动态我们到这里就做完了啊。接下来我会补充一个小小关于合成的东西，但我不会讲太多，因为合成是我预计下一部影片要讲，但我可以跟你讲说大概状况是什么样。好，那就先到这。好，那现在这边我会讲一下我这个项目是怎么用我的羽毛合成的。好，如果你目前已经有做好场景，然后后期才加树叶羽毛，或者是你做到一半才加树叶羽毛的话，你可以做这个动作。那这个动作就是我们这里呢，这里那个 view layer 这里我们看有一个那个 man 跟我们的羽毛吧，
我们有把它分成2个啊。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像羽毛这种东西，我们可能会调它的那个什么飘落的参数啊，它的大小啊，跟它可能本身像这是有带发光嘛。我们如果对它不满意的话，我们就一直去调它那个设定。但我们如果把整个场景跟羽毛放在一起算的话，它会弄得非常非常的久。它会搞的就是我们每次弄一次，然后我觉得东西不爽，我就要再花个2-3天去弄，这样会很耗时间。可是我们如果把它分离出来的话，我们每次预览就只要看羽毛的动态就好了，就不会就是说连城堡的动态都要看，然后我们再去后期可能像自己在 compositing 或者在 AE 里面合上去，这样子就好了，就不会说什么一直浪费到时间，就是我整个羽毛算，然后不舒服，我觉得动态很奇怪，5、6连整个城堡都一起算，对，那要花我们超级多的时间。然后你把羽毛算出来，还有一个好处的原因是，像我们现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我们整个场景只有羽毛嘛，对吧？啊，我们这个场景没有任何的光源，除了羽毛本身发光，然后我们也没有任何的体积物，我们会省很多时间去算这个东西。再还有一点是，我们这里要算图之前啊，羽毛这个 view layer 记得开 use for rendering， 然后像城堡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假设我们城堡算完，我们只要算羽毛的话，城堡这里就点掉。然后的 compositing 这里 render layers 这里改成羽毛，开始算图才会是算图羽毛的那一层哦，不然的话你前面算都会连城堡一起算到，还会浪费时间。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只要算羽毛，然后我们的 render 这里为了算城堡环境嘛，我们的 sample 都会拉高，但我们现在只有羽毛而已，然后它又是本身又有动态的情况下，我们根本就不会看到它有 noise， 然后我们就只要把 render sample 改成1，这样子去做算图。这样的话，你的那个算图时间就会被省下很多啊！你可以选择用 CPU 或 GPU， 这个就看人，因为每个人设备不太一样嘛。就是基本上会用 GPU 啦，但是你的记忆体可能没有办法负荷的话，我还是建议你用 CPU。毕竟就是你没办法负荷，要么就是不给你跑算图，或者是渲染时间要更长，这个看你个人。好，那我们现在开始算看看长什么样子。好，我们现在就算好这个羽毛了。然后你看到我们只花14秒，毕竟只有羽毛嘛。然后我们 sample 也只有设成1而已。对这个图目前看起来就是没有什么大问题。对，然后会有这个黑边是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像布帘一样的东西，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但我在后期核能的时候，那个黑边其实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就把它放在那。那如果你是想要算序列图档的话，就记得输出的路径指定好。然后就放给它跑，这样就好了。今天这边就不会讲太多，因为合成是我下一步要细讲的东西，到时候就不会只有2个图层，可能会有3、4个，然后可能还会讲到这些我怎么打光好去后期分配它该长什么样的。那今天就先到这里。